都停一下，本宫有要事宣布。本宫今日来是要与崔家解除婚约。太子表哥，不要，都是我的错，我这就去死，不会连累你的。崔瑶音，你是皇后的侄女，身份尊贵，但云锦孤苦无依，我在猎场伤了她，有了肌肤之亲，必须对她负责。这样吧，我许你做东宫侧妃，日后我登基，封你为贵妃，与云锦平起平坐，这已是给崔家最大的颜面。侧妃，太子殿下怕是忘了，当初是你跪在我姑母面前，求着要娶我为正妃。我清河崔氏的女儿，绝不做任何人的侧室。这婚，我退了。这婚，我退了。太子殿下，今日是谣言生辰，你传我崔府当众毁约，还辱我女儿做侧室，未免太欺人太甚。崔大人何必动怒？孤肯让瑶音入东宫，已经给足了崔家颜面。正妃变侧妃，这也叫颜面？太子真是疯了！崔大人、崔夫人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现在就去死！云锦，不许胡闹！有姑在，谁也不能逼死你。崔瑶烟，云锦已经如此可怜，你还要逼她到什么地步？是你带着心上人闯府退婚，如今倒成了我逼人太甚。太子殿下，崔家再不济，也轮不到旁人折辱。既然崔家不识抬举，那便算了。来日你若后悔，别顾没给过机会。女儿不怕，只是从今日起，我与元安恩断义绝。皇后娘娘口谕，宣崔小姐即刻入宫觐见。皇后娘娘听闻今日崔府之事，特召崔小姐即刻入宫。这时候入宫，只怕宫里也已经传遍了。传遍了又如何？今日丢人的不是崔家，是东宫。父亲母亲不必为我忧心，姑母此时召见，未必是坏事。瑶音，你心里若是难受，不必一个人撑着。难受自然是有的，因为他把崔家的脸面和姑母这些年的心血一并踩在了脚下。母亲放心，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为元安伤一分神。听说太子为了个孤女，当众和崔家退婚了。崔家嫡女被这样羞辱，这是怕是要闹进宫里。元安，既然你无情，我也绝不会回头。臣女崔瑶音拜见皇后娘娘。快起来，让姑子看看。今日之事，本宫都听说了。元安这个糊涂东西，竟为了个孤女，当众上崔府退婚，让娘娘忧心了。忧心的是元安，不是你。本宫把最疼爱的侄女许给他，他竟敢如此作践。瑶音，告诉姑娘，今日可受委屈了。委屈自然有，可也幸好他是在成婚前露出了这副嘴脸。东宫太子妃的位置，除了你，谁也坐不上去。可元安今日那样护着沈锦姐，护着，元安护得住一个女人，未必护得住自己的太子之位。娘娘，陛下听闻今日崔府之事，已经动了大怒，传太子殿下去御书房问话了。好，本宫倒要看看元安这次还能如何狡辩。元安，清河崔氏的女儿，多少世家抢着求娶，已经为了个孤女亲手退婚。儿臣只是想对沈景云负责。负责？你若真懂负责，就该对婚约、对东宫、对朕和皇后负责。当初这门婚事是你跪到皇后面前求来的，如今说退就退，把崔家和皇后的脸往哪儿放？崔瑶音还有好姻缘，可她除了我没有退路。蠢货！皇后替你定崔家，是怕你没有母族扶持，你竟亲手砍断自己的臂膀。儿臣是太子，将来是一国之君，难道还要靠一门婚事站稳脚跟？你以为凭你这点本事就能坐稳东宫？元安，朕最后再问一次，这门婚事你是不是非退不可？是，儿臣要娶的人只有她。滚出去！殿下，
沈姑娘已经在皇后宫外等着了。愚不可及，愚不可及！儿臣给母后请安。民女沈云锦拜见皇后娘娘。元安，御书房里挨的骂还不够，转头就把人带到本宫面前来了。儿臣今日来不是惹母后生气的，儿臣只想求母后成全。抬起头来，就是为了这样一个人，你要毁了与崔瑶音的婚事。母后，儿臣在猎场误伤了她，清誉受损，除了嫁给儿臣没有别的路。所以你就能理直气壮闯到崔府，当着满堂宾客打崔家的脸。当初跪在本宫面前求赐婚的人是你，那时你说心悦崔瑶音，要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母后，儿臣从前只是觉得她合适，可云锦不一样，她生活灵动，不像世家贵女死板无趣。皇后娘娘，不怪太子表哥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愿意离开。母后若喜欢崔瑶音，儿臣可以纳她为侧妃，正妃之位给云锦，这样两全其美。崔氏女绝不为侧室，娶了她便再没有回头路了。儿臣绝不后悔，儿臣绝不后悔。你方才在里面姑说的话都听见了？听见了。那就好。方才说的急了些，可姑仔细想过，不该彻底断了你的后路。姑会娶她为正妃，但也会纳你入东宫，侧妃之位不算辱没。等姑日后登基，自会封你为贵妃。你说完了？我与你的婚约已经在崔府断得干干净净，东宫侧妃之位我不稀罕。我已经退让了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闹的人从来不是我，被储君退过婚的女子，京中还有谁敢娶？姑留你在身边，是给你留体面。清河崔氏的女儿，何时需要你施舍体面？京中王公贵胄，多的是人愿意登崔家的门，别把姑的耐心耗尽。你若真还有几分体面，就该记住4个字：各不相干。好，你要使性子，姑便由着你。等你做了姑的侧妃，姑会教你什么叫规矩，姑会教你什么叫规矩。皇后娘娘怎么说？姑母并未怪罪崔家，反而很是恼怒元安，只是她执意要娶沈云锦。这个孽障，若不是皇后娘娘一手提拔，她今日能有这般身份？她在宫里可还有为难你？有，她在宫门外拦住我，说要娶沈云锦为正妃，让我进东宫做侧妃。欺人太甚！他真当崔家没有脾气不成？退婚在前，纳册在后，竟还敢说是恩赐？只怕他不会善罢甘休。他如今最笃定的就是崔家为了颜面，不敢把事情彻底闹开。那你以为当如何？闭门谢客，凡是东宫来人一概不见。他既然不要体面，崔家也不必再替他留脸。传下去，从今日起，若太子再来，拒之门外。是。瑶音，委屈你了。他能舍，我也能断。崔家女儿不会为一个背信弃义的人低头。崔家女儿不会为一个背信弃义的人低头。那不是太子殿下吗？旁边那个就是让太子退了崔家婚约的沈姑娘。谁再多嘴，拔了舌头。太子表哥，都是我不好，连累你被人指点。你不必怕，姑会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才是姑认定的人。殿下眼光真好，这只金步摇最配姑娘。都包起来。果真是小门小户出身，见了几件首饰就挪不开眼。可不是，偏偏太子还当成宝。怎么，二位是觉得姑的眼光有问题？臣女不敢。早晚有一天，所有人见了你，所有人见了你，都得恭恭敬敬。沈姑娘，这身料子是殿下特意命锦绣坊赶制的。这样好的东西，我从前想都不敢想。往后这世上最好的东西，姑都会给你。沈姑娘若要入主东宫，有些宫规礼数还是要学的。学这些做什么？姑喜欢的就是你这份天然真性情。是，殿下。再怎么得宠，也不过是个来路不明的孤女。就是，原本这东宫太子妃该是崔小姐。怎么了？我只是觉得他们说的也没错，
崔小姐出身高贵，皇后娘娘也喜欢她。崔瑶音不过仗着出身好罢了，论真心，她哪一点比得上你？姑是太子，想立谁，谁就是未来的太子妃。她若识去，侧妃之位还留着。这些都是给我准备的。自然，东宫未来的女主人怎么能寒酸？太子表哥待我这样好，我心里不安。经历如今流言四起，人人都说你为了我舍了崔小姐。让他们说，等姑把婚事办得风风光光，谁还敢小瞧你？殿下，京中几位勋贵子弟设了宴，特来请殿下赴会。太子表哥要带我一起去？当然，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清楚，谁才是姑放在心上的人。殿下果然是至情至性之人，为了心爱之人，连清河崔氏的婚约都敢退，真叫人佩服。姑既认定了他，自然不会让他受半点委屈。沈姑娘肤色白，这颜色最是衬人。留下，再把房里最好的料子都拿出来。见过太子殿下，这嫁衣倒是好看，只是正红色的料子贵重，不是什么人都压得住，不是什么人都压得住。也不知是给正妃做的，还是给旁人试着玩的。我只是试试。姑带来的人，轮得到旁人评头论足？臣女并无他意。没有最好。若谁再敢借崔瑶言的名后阴阳怪气，姑绝不轻饶。太子表哥，我不想让你为难。旁人的喜欢算什么？姑喜欢就够了。把这套嫁衣留下，再给他另做3套。太子表哥还在为锦绣坊的事生气。那些贵女仗着出身，个个拿枪作势。崔瑶音从前也是这样，不冷不热，死板得很。不冷不热，死板得很。崔小姐毕竟是殿下从前亲口求娶的人，如今殿下为了我退婚，她心里有怨，也是人之常情。她若真有怨，早就该进宫哭诉了，偏偏装出清高样子，无非是想拿捏姑。她离不开姑，被姑退了婚，还能嫁给谁？闹得越凶，越说明她放不下。可我还是怕有一日，殿下心软，又想起与他的旧情。姑既然选了你，就不会回头。真的？真的。至于他，若肯低头，姑还能留他一个侧妃之位。有太子表哥这句话，我就安心了。沈姑娘，步子要稳，眼神要收，肩不能晃。知道了。笑什么？奴婢不敢，奴婢不敢，奴婢不敢，奴婢不敢。这是怎么了？嬷嬷嫌我学得慢，宫女也在背后看笑话。我就知道东宫上下都瞧不起我。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怠慢她？奴婢不敢，只是宫规不可废。宫规宫规，姑听的耳朵都起茧了。你不必学他们那套，姑喜欢的就是你这份真。可若我以后做不好，别人又要说殿下看错了人。谁敢说，姑就拔了谁的舌头。是。从今日起，他在东宫的一应规矩，能免则免，谁再让他受委屈，自己去领罚。偏殿这位还没进门，架子倒比谁都大。殿下纵着，谁敢说什么？可再纵着，也越不过清河崔氏那位去。小声些，殿下如今最听不得崔小姐3个字。听不得又如何？满宫里谁不知道，原本的太子妃该是崔小姐。继续说，怎么不说了？谁惹你哭了？我只是路过，听见他们都在议论。他们说我不过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孤女，远比不上崔小姐。殿下说错。住口！拖下去，每人掌嘴20，再罚去换衣局。太子表哥，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？这不是麻烦，是姑从前待人太宽，
才叫这些奴才认不清谁才是东宫未来的女主人。殿下近日春风得意，臣等先敬殿下一杯。好，好，殿下果然重情重义，为了心爱之人，连满京城都不敢做的事，殿下都做了。姑既认定了他，自然不会让任何人委屈他。那崔家那边，怕是还在不甘心吧？崔瑶英不过是仗着清河崔氏的门第，才摆出那副高高在上的模样。姑肯留崔瑶英一个侧妃之位，已经是抬举崔家。是、啊，殿下说的极是，这崔家说到底也是臣子。太子表哥，云锦总盼自己身份低微，配不上太子表哥。姑是太子，姑说你配得上，谁敢说半个不字？殿下是未来天子，想给谁名分，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。莫说一个太子妃之位，便是日后皇后之位，姑想给谁就给谁。太子表哥，崔家若识趣，就该乖乖把崔瑶英送进东宫；若不识趣，姑也不介意让他们明白什么叫君臣有别。殿下今日喝多了，竟连皇后之位想给谁就给谁这种话都说出来了。还有那句君臣有别，也太不像话了。储君未等大位，便敢如此轻狂，真当天下都是东宫的了？这话若传进宫里，只怕不是小事。陛下，皇后娘娘宫里来人，说也听见外头风声了。传元安。外头都传开了，太子殿下在酒宴上口出狂言，说崔家若不识相，也要明白君臣有别。元安真是越来越把自己当回事了，姑母。元安真是越来越把自己当回事了，姑母。陛下若听见这话，只怕不会轻轻放过。轻轻放过？你以为储君未立，微先失德，陛下还能容几次？娘娘，东宫如此不成样子，是否该早做打算？这宫里所有皇子都该叫本宫一声母后，元安忘了这一点，本宫却没忘。姑母心里已经有决定了。从元安在崔府当众退婚那刻起，本宫就知道元安养废了。既然养不成能担江山的人，本宫就不能再把你陪进去。你放心，姑母不会让你白受这口气。娘娘，陛下传太子殿下进御书房了。很好，元安既然自己把路走窄了，就别怪旁人不服。京里最近不太平，太子那些荒唐话已经传遍了。正因为如此，更不能让瑶音一直闷在府里。母亲是有了主意，过几日办一场赏花宴，名义上是散心，实际上也让京里都看看，我崔家嫡女不是被人退了婚就见不得人。也好，崔家的女儿没必要躲着。届时请些相熟人家来，若有合适的年轻公子，也可见一见。夫人这回真是用了心，给小姐挑了这么多衣裳，外头都传赏花宴上怕是有不少公子要来呢。胡说什么？小姐，夫人是怕小姐一直困在这口气里。我明白，既然元安已经把脸撕破，我也没什么可避的。赏花宴就办得热热闹闹，让全京城都看看，清河崔氏的女儿不会被一门婚事困死。瑶音真是越发标致了，气度也稳，当真是大家风范。今日只为赏花，不谈旁的，诸位尽兴就是。传言果然不可信，崔小姐这般人物，哪里像被退婚后抬不起头的样子？太子不要，是太子眼瞎。
何事慌张？夫人，太子殿下到了，还带着沈姑娘。太子这时候来崔府做什么？他不是来者不善。驾到！该来的，终究还是来了。见过太子殿下。都不必拘礼，都不必拘礼。崔府开赏花宴，竟没给东宫下帖子，怎么，姚音还在恼姑？臣女不敢，只是今日家宴，不便惊动太子殿下。太子表哥，我是不是不该来？有姑在，你怕什么？姑今日来，是来给姚音赔罪的。前些日子，姑说话重了些。臣女与殿下早已婚约作废，殿下还是自重些好。姚音姐姐别误会，太子表哥只是想赔礼。好，既然姚音还在气头上，姑便再说一次。前日姑已经让钦天监看过日子，下月初一便是良辰。下月初一便是良辰。太子殿下，此话何意？自然是接姚音入东宫。姑思来想去，总不能让姚音因一时义气误了终身。殿下记性不好，臣与女已经退婚。退婚是退婚，纳册是纳册。姑会娶景儿为正妃，但也会纳姚音为侧妃。姑肯这样安排，已是两全其美。姚音姐姐，太子表哥也是为了姐姐好，只要姐姐先入东宫，往后云锦一定与姐姐亲如姐妹。沈姑娘慎言，崔家的女儿还轮不到旁人来安排去做什么侧室。姚音，姑已经给足了崔家颜面，若不是念着旧情，这个位置，旁人想都别想。太子殿下，我崔氏不需要东宫给脸。姚音姐姐，妹妹知道姐姐心里有气，可姐姐若先入东宫，也不能太委屈了。这是妹妹亲自替姐姐挑的嫁衣，姐姐看看可还喜欢？放肆！姐姐看看可还喜欢？放肆！崔夫人何必动怒？云锦一片好意。沈姑娘倒是热心，只是自古婚姻大事讲究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。我崔家从未答应什么侧妃之约，无媒无聘，便想让我穿这身嫁衣进东宫，传出去不叫婚嫁，叫无媒苟合。说到无媒无聘，沈姑娘不也正是这样住进东宫的吗？姚音姐姐，妹妹只是好意。崔家女儿不敢受，沈姑娘若喜欢，还是留给自己吧。太子表哥，云锦只是想着，若姚音姐姐肯进东宫，日后姐妹相称，也能少生千劫。太子殿下今日硬闯崔府，竟还敢当众羞辱崔家，真当崔家无人了吗？羞辱！姑肯让崔瑶音做侧妃，是给你们脸面，是你们自己不识抬举，是你们自己不识抬举。崔氏女，绝不做妾！来人！把崔瑶音带回东宫，今晚便成礼。明日姑请诸位喝喜酒。谁敢？殿下这是要强抢臣女？姑给过你体面，是你自己不要。圣旨到！看见了吗？定是母后心软，替姑求来了旨意。有父皇赐婚，也算全了崔家的脸面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崔氏姚音笃生令祖，秉德淑惠，与皇三子元齐堪为良配。为结百年之好，特将崔氏姚音许配皇三子元齐为正妃，则即日完婚。钦此。什么？皇三子？崔小姐，接旨吧。
臣女崔瑶音谢主隆恩。不准进！崔瑶音是孤的人，谁也不能把崔瑶音赐给别人。这道旨意有问题，孤已经与母后说过，崔瑶音要入东宫做侧妃。太子殿下慎言，此乃陛下亲下的圣旨。太子表哥，是不是哪里弄错了？殿下，臣女已经接旨，赐是皇三子正妃，请殿下放手。不可能，崔瑶音，你知道孤为这道旨意费了多少心思，你只能嫁给孤。太子殿下，圣旨当前，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？崔家的女儿不是你可以当众羞辱的。胡闹的是父皇，不是孤。这道圣旨孤不认，孤还没点头，父皇凭什么替孤做主？殿下慎言啊！元安，臣女与元安早已恩断义绝，今日圣旨只赐婚，更是板上钉钉。元安若再纠缠，便是抗旨。见过三殿下。他怎么来的这样快？偏偏赶在这个节骨眼上。三皇兄久在边关，怕是不清楚来龙去脉。崔瑶音与孤自幼一同长大，不过是一时赌气。赌气？不过是一时赌气。赌气？不错，父皇赐婚多半也是误会。等孤进宫解释清楚，这道旨意自然还能改。这门婚事，崔小姐可愿意？三殿下为国镇守边关，劳苦功高，能得陛下赐婚，是崔瑶音之幸，自然愿意。不可能，他怎么敢？他明明忘不了孤的。崔瑶音，太子殿下听清了。圣旨在前，崔小姐也已表态，从今日起，崔小姐便是我的未婚妻。谁若再敢为难她，便是与我为敌。竟被他逼退了半步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。三殿下误会了，太子表哥并非有意为难崔小姐，只是从前与崔小姐情分深厚，一时放不下。放不下？当众退婚的是太子殿下。许人侧妃之位的也是太子殿下，许人侧妃之位的也是太子殿下。如今圣旨既下，太子殿下倒想起放不下了。三皇兄何必咄咄逼人？孤不过是不想让崔瑶言一时冲动，误了终身。边关苦寒，三皇兄自己能吃苦，难道也要让崔瑶音跟着吃苦？崔小姐若嫁给我，我会护她，不叫她受半点委屈。太子殿下口中的吃苦，是三殿下替大晋守边关，是万千将士浴血沙场。说得好。若无三殿下与将士们，何来今日京中安乐？太子殿下亲见边关，才是真正叫人寒心。你为了他，倒是什么话都敢说。我只是说了该说的话。崔小姐既已接旨，我便先护送崔小姐入宫谢恩了。站住！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你还想做什么？三皇兄，崔瑶音与孤有10几年的情分，不是一道圣旨就能抹去。元安，你不要忘了，当众退婚的人是你，把10几年情分踩碎的人也是你。到底是三殿下稳重，至少比东宫那个强100倍。太子表哥，他不会真想嫁给元钦，不过是在和孤出气，一定是。你回京这么急，倒是辛苦了。儿臣接旨归京来得迟了些，幸好还赶得上。近日在崔府可受惊了，本宫听说元安闹得不轻。有三殿下在，臣女无事。元安还在崔府门口站着，不肯走。他倒是有脸，满京城的人都在看着堂堂太子像个市井泼皮一样堵在人家大门口。这些年，本宫给你写了那么多封信，你一封都没回。偏偏这一次圣旨刚下，你跑死了2匹马赶回来。儿臣既是皇子，总不能永远躲在边关。只是这一次，京城有儿臣必须回来的理由。从今往后有本宫在，
没人能再委屈你。不管是崔府门口还是朝堂之上，本宫不点头，谁也别想动你一根手指。谢姑母。至于元恩，仗着本宫抚养便忘了根本，以为当了太子就能为所欲为。既然他自己把路走绝了，本宫也不必再念什么母子情分。崔府的事，朕都知道了，委屈你了。陛下圣明，臣女不敢言委屈。不敢言，我代表没受委屈。东宫闹成这样，是袁安无德。这些年边关辛苦，你回来了就别再往外跑了。既然成了家，也该替朕分些事。儿臣领旨。崔家门风严正，你自幼也是朕看着长大的，把你许给袁琦，朕放心。父皇放心，儿臣既接了这门婚事，便会护好崔小姐。朕要的不只是护一个女子，这京中局势也该有人看清了。都退下吧，崔瑶英回去好生备嫁。至于其他的，不必多想。是。定进东宫，袁安再敢闹，朕绝不轻饶。奴才遵旨，奴才这就去办。这宫里没一个让朕省心的。这2日往三殿下府上地铁的人多了不少。朝臣们的鼻子倒是灵。朝堂人最会看风尚。袁安从前有本宫和崔家拖着，自然人人追捧。如今袁安自己不重新站队，瑶音，姑母要和你说一句实话。从袁安在崔府退婚那一刻起，姑母便没想过再扶袁安。我懂。袁安不是没机会，是本宫给了太多机会，袁安却一次次把自己作到绝路上。身为储君，先失德再失心，往后若真把江山交到他手里，遭殃的就不只是崔家。姑母这些年待袁安终究是真心，真心也得看值不值得。袁安既不念本宫教育之恩，也不知崔家多年扶持，本宫若还一味护着他，才是真糊涂。瑶音，放心，姑母既然弃了袁安，就不会再让他有机会回头来缠你。瑶音明白了。往后你只管把眼睛往前看。臣等理应早些登门拜见。诸位大人客气。听闻三殿下婚期将近，臣等也想先来道一声恭喜。既来了，便进府坐吧。这些人前几日还巴巴的往东宫送礼，如今袁熙一回京，就全跑去三皇子府了。殿下息怒，许是三殿下刚回宫，众臣一时新鲜。他们分明是见风使舵。太子表哥何必为了这些人生气？太子表哥才是储君，三殿下再风光，也越不过东宫去。不错，等日子久了，这京中谁还记得一个常年待在边关的皇子？袁琦，边关那么多年不死，偏偏如今回来，父皇到底想做什么？太子表哥，最近京里都在说三殿下回宫后很得圣心。不过是打了几场仗，父皇一时新鲜罢了。也是，太子表哥才是名正言顺的储君。崔瑶嫣不过是借袁琦来弃姑，等姑腾出手，自会让崔瑶嫣明白。离了姑，袁琦护不住她多久。三殿下府里送来的聘礼，一样都没轻慢。三殿下虽不常言语，做事倒十分周全。对啊，礼数周全，比嘴上说的好听强多了。往前看是好事。夫人，嫁妆已核对完毕，一样不少，件件精致。江南数州近来雨水成灾，已有百姓受困，朝廷赈灾不容耽搁。袁安，这趟赈灾差事，赈灾银两粮草3日后启程，不得有误。儿臣领旨，儿臣定不负父皇所托。退朝。太子表哥今日这样高兴，可是朝上有喜事。父皇把江南赈灾的差事交给姑了，这可是大功一件。等太子表哥办好了这趟差事，满朝上下自然知道谁才是真正能担大任的人。不错，父皇到底还是看重姑的。只要姑此番立了功，
谁还敢来和孤比？江南赈灾，若办得好，便是大功一件，太子地位更稳。但若出了纰漏呢？我得早做准备，不能把全部筹码压在他身上。太子表哥，此番必定马到成功，云锦便在东宫，日日盼着表哥的好消息。太子表哥要去江南，不过一趟差事，很快就回。可江南那么远，云锦一个人留在东宫，若再有人背地里欺负云锦，云锦可怎么办？孤会留下人照应你。云锦可怎么办？孤会留下人照应你。云锦不要旁人照应，云锦只想跟着太子表哥，哪怕路上吃苦，云锦也不怕。可这趟是公差，路上不比宫里。崔小姐如今有了三殿下护着，皇后娘娘又不喜云锦，若太子表哥也走了，云锦在宫里真就一点依靠都没有了。谁敢动你，孤饶不了谁。那太子表哥带云锦一起去，路上云锦也能照顾太子表哥的起居饮食，总比旁人伺候的贴心。好，你想跟就跟着。真的？真的。太子表哥说话算话，可不许反悔。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云锦就知道还是太子表哥带云锦最好，不像那三殿下只会围着崔姑娘转，倒把正经差事都忘了。元气也就这点出息了。等姑从江南立功回来，他拿什么跟姑比？去把那几套新做的衣裳也装箱，江南水乡总得穿得体面些。是。娘娘，东宫那边传来消息，太子殿下要带沈小姐一同去江南。赈灾带着女人上路，袁安是真怕自己死得不够快。袁安是真怕自己死得不够快。陛下若知道，只怕也会动怒。知道了又如何？袁安既然铁了心要把差事做成笑话，本宫倒要看看他能闹到什么地步。姑母不拦。从前本宫总想，袁安年纪轻，糊涂几回，教一教总能掰回来。可如今看来，他不是糊涂，是狂妄。这样的人，若不撞个头破血流，永远不会认自己错。只怕到时候遭殃的不止袁安了。所以本宫才说，不能再让袁安坐稳东宫。这趟江南，若袁安办得好，算他还有救；若办不好，就是天意。太子表哥，这里的景致真好，比京里有意思多了。江南山水向来有名，前方州府连着递了3道急报，说灾情比预料中更重，百姓困苦，最好尽快赶过去。不过才走了几日就催成这样，不过是些地方官怕担责任，故意把话说重。孤奉旨而来，自有分寸，照原计划走，不必催。太子表哥，别为这些人坏了兴致。云锦听说前头有片桃林，正好可以赏赏。太子表哥，这才是人过的日子。那些地方官整天催，好像迟一日天就要塌了似的。依云锦看，有太子表哥在，江南的事定能办得妥妥帖帖。还是云锦最懂孤的心，那些只会催命的人，哪里知道孤的辛苦？殿下，在地还在等着赈济，百姓流离失所，若再拖延，只怕会生乱子。臣斗胆恳请殿下，明早就启程。孤既然来了，乱子自然能平。如今不过是晚2、3日，难道天还会塌下来？慌什么？太子表哥别生气，都是他们胆子小，没见过世面。等太子表哥到了灾地，露几手给他们看看。他们自然就知道太子表哥的厉害了。让他们等着瞧。孤这趟下江南，定要办得漂漂亮亮，让京里那些人再也不敢在孤面前提什么边关功劳。打雷罢了，怕什么？有孤在，谁也伤不了你。殿下总算到了，城中存粮见底，灾民已饿了数日。再不给粮，真要出大乱子了。不是带了粮来，即刻开仓。这粮发霉了。朝廷送来的竟是霉粮，这是要逼死我们啊！我们饿太子表哥了，太子还带着女人游山玩水，都退后！殿下在此，不得无礼。朝廷是要看着我们饿死吗？太子表哥，快走啊！太子奉旨赈灾，却带着女人游山玩水。连赈灾粮都被雨淋得发了霉，灾民都快饿死了。东宫还有心思在画幡听曲，这样的人也配做储君？不能再忍了，写，把太子一路耽搁，礼佛误事，没粮饥民变，全都写进去。再加一句：无爱民之心者，不配承储君之位。
太子元安奉旨赈灾，罔顾民命，误国误民。按，让京城看看江南百姓的日子是怎么过的。立刻诵经，一刻也不能耽搁。真到了这一步，真到了这一步。灾民已经快压不住了，若再没有粮，城里一定出事。姚音，这是做什么？把这些都折现，再去给京中相熟的夫人小姐递帖子，就说姚音院先捐私财，请他们一同筹粮。小姐，这可是您的提己，提己哪有命重要？江南一旦乱了，死的不是一个两个。今日请诸位来，不是为私事。江南灾情已到生死关头，朝廷粮车有误，百姓等不起。若诸位肯帮，崔家愿做第一个出银子的人。崔小姐既肯带头，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。我回去便开库房，再晚几日，江南就真要出大事了。诸位今日之举，救的不是旁人，是大晋的百姓。这是今日新筹到的数目，比昨夜又多了3成。辛苦崔小姐。姚音不过出些银子，真正要去显地的人是三殿下。江南乱局将起，元齐必须赶在民变之前到。崔小姐放心，我会把粮送到，也会把局势稳住。三殿下千万保重。殿下，前方来报，在地官仓已经快压不住了。传令，全队昼夜兼程，谁也不准掉队。是。一定要赶上。都退下！都退下！三殿下到！来到，发粮。有粮，真的有粮！朝廷新粮在此，按序领粮。敢闹事者，以乱民论处。元气来得倒快，若再晚一步，江南恐怕就要因太子殿下而失控了。孤是储君，这里的一切本就该由孤主持。元琴不过是替孤善后罢了，元琴不过是替孤善后罢了。今日之事，谁都不准往外传。殿下，灾民骚动没粮误事，这些迟早会知道。孤说不准传，就不准传。就说孤一到江南，便安抚了灾民，粮也按时发下去了。太子殿下这是打算把今日这口锅也一并盖上。元齐别忘了，是孤让元齐立了功。若非孤来江南，元齐哪有机会救场？13000条人命，不是功。死伤是地方官失职，与孤何干？若他们早些开仓放粮，何至于闹成这样？粮未到，仓已空。太子殿下若在路上少耽搁10日，百姓未必会死。够了！你别以为救了一回场，就能在孤面前指手画脚。都给孤记着，谁敢乱说一个字，孤要谁的命！元安，此番江南赈灾办得如何？回父皇，儿臣已安抚灾民，发放粮草。江南局势如今已稳，灾民感念皇恩，还特意写下万民书。这道万民书做的天衣无缝，父皇不会写差的。是吗？不对，父皇这语气绝非赞许。那你再看看这是什么？这不可能！
他们怎么敢把这些捅到御前？耽搁了10日，梁车授予没粮激起民变，13000百姓因你迟到而死。父皇明鉴，是有人构陷而臣，是那些地方官。构陷，跟着你去江南的内侍官员，朕已一一审过。查过了，我不能忍，绝不能忍，一定是他，他与江南官员勾结，故意把脏水泼到儿臣头上。原其是奉朕之命压粮救灾，原其是奉朕之命压粮救灾，救的是大晋百姓，反倒是你办事不力，既无爱民之心，也无储君之量。即日起，禁足东宫3月，无诏不得出。崔氏姚因于江南赈灾筹粮有功，着即加封淮安县主。我本该是皇帝的，就差一步。此事已决，退朝。江南的血不会白流，这朝堂也该换一番风气了。皇后娘娘，求娘娘救救太子殿下！太子殿下是娘娘亲手养大的儿子。让他进来。皇后娘娘，太子殿下是被小人诬陷的，求娘娘明察，求娘娘去和陛下说情。诬陷？若不是袁安被你撺掇着游山玩水、上山礼佛，江南何至于死那么多人？不是，云锦只是……你真以为本宫不知道你是怎么混进皇家围场的？既然这么会哭，那便去抄经吧。来人，把他送进东宫，抄佛经1万本，抄不完不许出来。崔小姐，求崔小姐救救我，救救太子表哥！我不做太子妃了，我把位置让给崔小姐，好不好？嫁给袁安，我可不要，也配。是老爷是。臣等上奏，请废太子。太子袁安失德失心，误国误民，已不堪储君之位。朕给过袁安机会，是袁安自己不争气，今废其太子之位，贬为庶人，发配典州，永世不得回京。不可能，姑是太子，谁敢废姑？废人袁安，接旨吧。父皇不会这样对姑。姑是太子，姑是太子。等姑回京，姑要让袁齐和崔家满门给姑陪葬。就是他，就是这个狗太子，害死我一家老小，我爹娘我2个娃全饿死了。后退，都退后，拦住他们！啊不！回去怎么先上来？真的死了？我还没问他为什么不去救我们江南的百姓。袁安死了。死了？不可能！他答应过我要回来接我的。抄了1万本，他说抄完了就没事了，他说他会想办法的。到头来，他先死了。启禀娘娘，袁安在流放途中遭遇乱民袭击，惊慌坠崖，山下搜了3日，只找到几片碎布，尸骨难全。知道了，人死债消，不必在意，下去吧。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崔氏姚因秉德含章，殊善成性，昔于江南赈灾筹粮，救民水火，怀仁履义，功在社稷。今册为皇后，母仪天下，与帝同尊，共承宗庙。从今往后，朕与皇后并肩而立。臣妾遵旨。往后这江山，臣妾与陛下一起守着。天塌下来，我陪你一起顶着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！转眼之间已是中宫皇后，一路行来，恩怨纠葛，如今再回望，竟恍如隔世。大典劳顿，从猎场初见到江南风雨同舟，这一路委屈你了。过往纷扰皆已是过往，臣妾如今所求，不过是山河安定，百姓安乐。江南灾荒已平息，流民尽数归乡，这江山总算慢慢安顿下来了。
江山稳固，从不是一人之功。臣妾自当与陛下同心同德，共守着大晋山河。旧事已随风去，从今往后，这江山，我们一起守着。